太妃，你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天了，彭城王都没有出来，你还是先回仁寿阁吧。三宝，康儿他愿意见我了吗？雪儿她到底怎么样了？太妃，殿下真的不在府里，外面还下着雨，太妃先回去吧。殿下一回来，下官立马禀报太妃。太妃，先回去吧。哎，太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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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康儿，康儿，雪儿是无辜的，康儿。春芳，春芳，快扶太妃回去。雪儿是无辜的，太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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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兄弟俩很久没喝过酒了，今日四哥陪你。四哥，如果你是来劝我的，不必了。你为何签下符令？可是陆远以你撕掉丹阳兵之事威胁你。我只是对他深恶痛绝，一心想坐实他的死罪罢了。代价太大了。玉成大事哪有不付出代价的，四哥？如今只要牺牲我一人，就能将他置于死地，这有何不值啊？六弟，这朝堂之上的斗争凶残，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我苦心孤诣，小心谨慎，到头来损兵折将。原来你一早心如明镜。陆远是母妃的亲族，你夹在中间。四哥无心疏远你，只是不想你卷入这权力纷争的漩涡。可你呢，却以肉身投哪虎？你可曾为母妃和四哥想过？原谅六弟，忠孝两难全。今日陆远以你性命相威胁之时，我宁愿放弃我苦心经营的一切，也绝不想牺牲你。在线上，有你在心不慌。莫视年少气昂，莫忘展翅翱翔。一时口手几掌，我们已经失去了2位兄长，我不允许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天空云阔带风挑，山依不灵不再桥。万语千言，只作相视一笑。弦意如雕剑出鞘，恩怨早已藏云霄。母妃很挂念你，病了，去看看吧。千分缘因过海潮，分阴齐要歌长啸。命运两头，你我空守骄傲。四哥，六弟终于明白你这么多年的苦心了。道路艰难，恕六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召我还朝。
夫人，您都站了1个时辰了，我扶您进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夫人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娘，娘，李哥，娘，红儿，你们回来了。你们这几天都去哪儿了啊？娘，别担心，已经没事儿了。陆远已经被打入了廷尉。真的？嗯。那这么说，你爹和你大哥就应该快出来了。那当然了。太好了，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啊！要去佛堂上炷香啊！哎，夫人，我也去。你看我干嘛？我都知道了。讨厌的臭小子！爹要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为了爹和大哥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傻样儿！哎，姐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当时多英勇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站在那的时候，求太妃救救我儿。太妃如能救出我儿，陆家献出所有财产，愿为太妃鞍前马后。求太妃救救我儿啊！我的儿子都要被你们害死了，你还要我救你的儿子？你们陆家这么多年所作所为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如今陆远为了脱身，竟然把轩儿牵涉其中。说，那封密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废物！要是再不说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是，我是废物，我是废物。这些事情，远儿向来是不会告诉我的。我只看着钱呢。哦，是远儿想的不够周全，也是我管教不严。但是太妃呀，远儿这么做，也是为了靖灵王啊，也是为了太妃母家的恩宠啊。愚不可及！你还不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告诉我？是。老头儿，老头儿，带的什么呀？我做的结饼，快来尝尝。给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！我娘教我的。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？啊，对了，这是武昌大营的官册，上头有陆远的罪证，希望能够帮到沈家。怎么，你有心事啊？公子，说，靖灵王去廷尉认罪了。什么？他去廷尉认什么罪啊？我现在就去靖灵王府问清楚。等等，你认识靖灵王吗？他之前救过我，驻防之事他也曾出手相助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上次武昌一事，我已寝食难安，我不想让你再冒险了。况且，
他人已经进了廷尉，你去也来不及了。可是待我把事情查清楚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吗？相信我。大小姐，季参军在等你。季参军，沈小姐，这是靖灵王给你的，告辞。等等，季参军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知道靖灵王故意接近陆远的事，可是他去廷尉认什么罪啊？陆远让靖灵王写了豢养精兵的符令，把所有的罪行都栽赃给了殿下。他为何要写？因为你的毒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中毒，他不会这么做。告辞。得有如斯，此生无憾。天高地阔，各有归路。勿念。宣。告诉皇帝保佑，保佑轩儿平安回来。太妃，轩儿有什么消息吗？殿下什么都没有说，只差人送来了这个。宣而不回，无非长剑，而叩别。轩儿，我的轩儿。太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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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太妃，太妃怎么样了？想出办法了没有？金灵王，他自请入狱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指望着太妃为了靖灵王可以救远儿一把，没想到碰上了一个不要命的东西。老爷，老爷，去求求那帮大臣，若他们肯联名作保，说不定能保护君一命。这些天我求了多少人了？我把所有的人都求遍了呀！那帮大臣，平日里把我们陆家的门槛都踩平了，可现在出了这种事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呀！谢公，老爷，
去求谢公。谢公可以进宫觐见皇上。如果谢公肯发话，那些大臣们定会保我们护军。谢公平日里就瞧不起咱们。老爷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除了谢公，谁也救不了护军。公子他，公子让我将此物转交给你。告辞。一曲蒹葭为念，却憾无缘共抚。盼姑娘令密之言，珍重。求谢公救救远儿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。谢公，您德高望重，只要您愿意开口，皇上和彭城王一定会给些面子。只要您救救远儿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钱财、田庄，全部任由谢公发落。哼，自不教父之过。陆远能出这样的事，全都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。你身居要职，只知贪财练权，哪儿还有一点士族的风骨啊？我们士族的颜面全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谢公，谢公啊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管教不严。这次如果能保远儿没事，我一定严加管教。谢公，从今往后，我们陆家远离朝堂，回家务农，绝不再当官。有悔改之心是好事，但是如若大错已著，我还望你们陆氏敢于承担责任。恕老夫不奉陪了。哎，谢公，谢公啊，你是看着我入世的，也是看着远儿出生长大的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可怎么办呢？您怎么忍心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谢公啊，谢公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贪财，是我不好，这不是远儿也是为了我。陆公啊，陆远能走到今天，你这做父亲的真应该好好的反省一番呐。我们士族代表的非财非权，而是风骨啊。我们肩负的是邦是民，而非一己的私利。你不用进来。是。姑母啊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？有那么多人关心我的死活，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早就想过有今天。我让你帮轩儿，我没让你拿他的命做护身符。他的死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，因为他我陆家一夜之间变得声名狼藉，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，我朝不保夕呀！住房、私兵，我这么多年的心血，全部付之东流，我还能如何啊？姑母，我是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可是我死了，
你以为你和靖灵王的安稳日子就能长久了？你太不了解你的2个好儿子了。彭城王装病2载，蛰伏蓄势，深不可测；而靖灵王为冤屈于只会满口的仁义道德，被利用了都不自知。你们没我陆家做靠山，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。只要彭城王一句话，随时万劫不复。彭城王装病，我们被他骗了。不行，你和轩儿都不能有事。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脱身的吗？我去求皇上。姑母，难道你忘了当初是怎么出宫的吗？皇上只要一个结果，那就要看彭城王怎么说了。我去求过他，他根本就不见我。那就逼他见你，就算死，也要让他亲口应允放过靖灵王。靖灵王活，我活。姑母，你放心，只要能解开这个局，即便我陆家元气大伤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定能东山再起。只要你和轩儿躲过这一劫，我也会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待你。多谢姑母，侄儿敬你一杯。待你和轩儿平安归来，姑母定与你喝下这杯酒。母妃，还是吃一点吧，怕您的身子撑不住。太妃，您多少还是吃上一口吧。轩儿尚在狱中，你让我怎么吃得下？母妃，身体要紧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和殿下有话要说。那日，轩儿来看我，和我说了好多体贴话。当时我就应该察觉到，他有与世俱焚之心。康儿，你一定知道，轩儿是无辜的。母妃并非不懂安邦大义，并非不知道殿下的为难之处，可我更是一个母亲。轩儿还在牢狱中，生死之间，
康儿，你让我这心里，你们怎么就不理解？不理解，非要把事情弄到这般田地。儿子当然理解。儿子当年在后宫之中，无人照拂，孤苦无依。是您带着六弟，不惜触怒高祖皇帝，跪求于殿前，将儿子收于膝下养育，从此视儿子如己出。康儿，你还记得这件事情？殿下，母妃，殿下，轩儿为子孝，为臣忠，断不会有不臣之心的。殿下，请你看在手足情分和母妃养育你多年的情分上，你放轩儿一条生路，你放了他。母妃，母妃，来人，快传衣冠！母妃，娘，娘，妹妹，你是来找沈夫人的吧？她在佛堂，马上回来。哦，姐姐，这要是……将军跟沈之哥哥一直都没有消息，夫人忧心，夜夜无眠。本以为抓了陆远，事情就可以解决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晋灵王却……也不知道此次，彭城王会如何处理。你跟季参军在前院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晋灵王也是为了救你，才被陆远利用的。我与晋灵王相识不久，可他却数次相救，这一次，更是为了救我，甘愿牺牲自己。而我除了感激之外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爹和晋灵王都是忠臣良将，却只能保其一。忠臣被陷害，将士寒心。若不是彭城王昏聩无德，庇佑权贵，又怎能让陆氏如此猖狂？彭城王真的是死不足惜。人活世上，有人为财，有人为权，有人只为了忠义孝悌。我相信，晋灵王做了这个决定，一定有他的认为所得。娘，你们都在啊。妹妹，你先陪夫人，一定要劝她把药喝了。好。离哥，不用替你爹爹和你大哥担心。现在啊，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，开开心心的等他们回来。我只是觉得，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。殿下，太妃让我送来的。母妃的身体如何了？医官来看过了，是气滞血瘀，郁结成疾，需慢慢调理才行。殿下放心，春芳觉得太妃也想明白了，昨夜还和春芳说都是自己的错，没有劝说好晋灵王，这才让殿下如此的忧心。今儿早上用了早膳，还亲手剥了这些栗子，
让我赶紧的送过来，叮嘱殿下一定要吃。现在谁在照顾太妃？太妃说有些乏，就让侍女们都退下了，想睡一会儿。殿下。母妃，你这是……母妃，快传医官！是。让我去死！让我去死！我不想看到你们兄弟之间同是草葛。我无愿去见高祖皇帝，让我去死！让我去死！母妃，让我去死！母妃，不要这样。康儿，是母妃和雪儿对不起你，不该为难你。你不要顾及母妃，我死了就不用忍受下子之痛我要去死！让我去死！母妃会有办法的。康儿，你是说可以放过雪儿了，是吗？母妃安心，你先养好身子，我不会让刘帝有事。康儿，康儿。殿下，一整天了，侠女一直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的，殿下去看看吧。还在为陆远的事情生气呢？四哥，你总算来了。我们费尽心思的寻找陆远的罪证，可还是让他钻了空子。你说，为什么奸人总是能逍遥法外呢？奸人狡猾，诡计多端，防不胜防。不，绝非如此。究其根本，就是那个图居高位的彭城王。他若不是彭城王纵容，陆远有恃无恐，他又怎么会如此大胆呢？依我看，陆远的私兵没准是为彭城王所养，真是可恨。有道理。这对奸臣贼子，他日落入我手中，绝不放过。对，绝不放过。
进宫，交给皇上。殿下，军心难测。殿下，三思啊！殿下，经廷尉彻查，根据靖灵王的口供及其账册，现查证栖霞山驻防共铸玄铁4000余件，皆乃陆远所有。另查，陆远于元嘉3年时，受靖灵王之命，在武昌豢养私兵过万，现如今又私自调兵围困建康，谋逆之罪，证据确凿。这是廷尉的调查文书，请殿下过目。殿下，靖灵王向来宽厚仁孝，绝不可能行谋逆之事，定受他人牵连，请殿下明察。殿下，左民尚书此言差矣。陆远这些年擅专朝政，跋扈于朝堂，如今靖灵王又供认不讳，怎敢说陆远谋逆与靖灵王无关？简直是荒谬！殿下，靖灵王豢养私兵私器，鱼肉百姓为先；陆远构陷功臣，欺君罔上在后，此二人狼狈为奸，同党结私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我等与士卒百官拟定靖灵王和陆远大逆之罪5，僭越之罪10，凡此15条，条条当斩。还请殿下圣明决断，整肃朝堂，永绝后患。还请殿下圣明决断，整肃朝堂，永绝后患。各位言重了，养兵之事另有隐情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解语，待天开运气再浪迹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刀笔剑鞘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